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呢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高先生43岁，来自青岛销售；乔女士43岁，来自青岛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如何评价对方？他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天天像个甩手掌柜，这家有他没他，感觉一个样。他不花钱就难受，家里被他弄得像个垃圾场。感情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根本就不关心孩子，对孩子还不如对狗上心。他独断还不听劝，把孩子都给宠坏了。你希望对方怎么做？认可我的付出，跟我一起承担家庭责任，收起他的敌意和怨恨，能够尊重我的意见。听了一下，感觉这么多年的夫妻生活，2个人心里面的怨气都不小哈。结婚多少年了？17年了。今天是谁要来的呀？我。为啥呀？家里最近出现了5万块钱外债，我觉得日子没法过了。5万块钱外债，怎么日子没法过了？这么严重吗？家里的钱都是他管，他成天就知道买东西，2、3张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欠了这么多外债，我现在都懵了。我能变成这个样，还不都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家庭责任感，不关心孩子也不关心我。我要是再不买东西，我感觉这日子都没法过了。不是，你俩现在说的是2件事，他说5万块钱外债，你说他没责任心，所以这5万块钱外债到底有还是没有啊？有。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平常比较喜欢购物，然后就是他就在家里啥事都不管，什么东西都在我来，然后我可能就是买点东西，购置点东西，就慢慢的就累积出来了。不是，这买东西还买出债来了？他刷信用卡吗？存款没有？我们结婚17年，家里一直是他管钱。上个月我这个亲戚生病了，我就想问他要2万块钱去帮亲戚，结果家里现在不光是没有存款，因为他买东西欠了5万块钱的信用卡外债。17年1分积蓄都没有？没有。每个月2个人大概工资加起来多少钱呀？我7、8千吧。我4、5千。那也1万多呢，1万多一点都攒不下来啊。他成天买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去年和闺蜜一起买那个美容仪，一买就是3台。我问这个东西多少钱，他就告诉我7、800，7、800。最后我才知道哪个都掉不下7、8千。那美容仪有的是美白的，有的是抗皱的，那买3台不是很正常？那么养生舱是干什么的？排毒养颜的呀。那个养生舱他用了几次就放在走廊上，走路都碍事。那养生舱我也是用了，但是那东西也不能天天用，放在那儿怎么？我以为那养生舱就1、2千，结果最后一打听1万8。我冲动消费也就是这1、2次。再说了，大部分的钱不都花在他儿子那个报的学习班上了吗？说起学习班，我更来气啊！他报了一下10几万的学习班，10几万的学什么呀？经过我的计算，孩子从现在开始上到大学3年级，这个学习班他都上不完。他除了那些语文、数学以外，还报了一些什么编程呀、什么跳舞呀，特别是那个书法课，孩子上了几次就不去了。叫他去把钱要回来，他也不要。那书法课孩子是去上了，但是他不太喜欢那个课，他老是给那个老师捣乱，然后那老师后来就不让去了。但是那个课程他说是已经开启了，就不能退费。我也不能和人家去打架吧？要是把我自己记住好歹了，那家庭开销不是更大了吗？那个学习机呢？我说买个3、4千用着就行了，他非得买个1万多的，价格高的他功能也多，你儿子他不用，我又不能逼着他用。反正我们家的这些东西都太贵了。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管这个家，你也不知道家庭都需要什么东西。但是我听出来了，美容仪肯定是妻子用，对吧？对，是我用。养生舱也是妻子用，对吧？对，反正我们学习机是孩子用，对，辅导班是孩子上，是这4大件里没有1件是给老公买的，我听出来了。
你给他买什么了吗？没买过，哎太大件儿。购物啥的，我也是想为家里省点钱。就我去那个直播间儿也是去薅羊毛的。你看他薅的都些什么羊毛？抽纸、半面墙，阳台上那个洗衣液、洗漱液一大堆，都没地方下脚。那我不就是平常愿意囤点东西吗？你一上来就抱怨，你说这男人啥也不管，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他是怎么个不管法？有多不管呢？你说我们听听。我们那个孩子小的时候，他皮，他就不小心把家里的一个那个卧室的大飘窗给踢破了，然后那脚让玻璃划的是那个血一直流。他的好坐在那儿气定神闲的，我是急得团团转。我跟他说，你看孩子脚上有玻璃渣，咱们去带他打个破伤风。他跟我说，啊，你拿个碘伏给他消消毒，然后给他拿个创可贴给他贴一贴，说根本就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你自己处理处理就得了。那个伤口我也看了，没他说的那么夸张。再说我这不收拾玻璃碴去了，我怕扎着他的脚。你关心的玻璃碴比关心孩子多。这个孩子那个脚现在这么多年了，那个伤疤还能看得出来。哎，你这胡说八道在这儿。我怎么就胡说八道了？你看孩子那个脚背上那个大伤疤，到现在还能看得出来，这都多少年了？各位嘉宾，你还能看见这个伤疤吗？再说一个男孩子有点疤怎么了？我反正是看不出来。他割破了脚还能不流血吗？就不光这一件事儿，就孩子稍微长大了以后，有一次他孩子发高烧，就烧到40多度了。我说让他爸带着我们去趟医院，他倒好，直接就给我们拥着医院门口。我妈身体不好，一个小老太太，我儿子长得又高又大的，就我俩女的扛着他去急诊，就楼上跑楼下跑的，一会儿带他去挂号，一会儿他去看诊。那我们家是个男孩。然后去验尿、验血、验便，去那男厕，我们2个女的都不方便，最后还是找了个陌生的个叔叔带着他去的。你说我要他这个爸爸有什么用？我不是去停车去了，2、3个小时都过去了，你停不下个车，你根本就没出现，你就不想管。我也想管孩子，他太强势了，在家里啊。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从早晨起来玩手机，中午饭都做好了，我叫他吃饭，他不吃，我就把手机给他没收了。我说吃完饭，然后你再玩手机，他就从厨房里冲出来啊，把孩子护在身后，说你护孩子干嘛？那孩子不玩手机，不也是跟他学的？他下了班一头就扎在那个游戏上，要不就玩手机。孩子跟在他屁股后边喊爸爸，咱们干这个，爸爸干那个，给他喊急了，他还吼孩子。还有一次，孩子顶撞老人。又摔东西又发脾气的，我就想教训他一下，你要给老人道个歉啊。他倒好，说孩子太小了，肯定是老人说了，孩子不愿意听的。你说这个事怎么弄？那孩子都闹成那样了，你看他那个状态，那肯定是他爷爷说了他不爱听的话了嘛。他这么干，现在那么孩子一直就有点叛逆，从天逃课去上网，老师就打电话，那我肯定想揍他一顿，教育教育他。他就说啊，学校压力大。啊，学习功课紧，把责任全推到学校。那我自己的孩子，我能不知道什么情况吗？那不给他那么大的压力，他能干出那事儿吗？孩子逃课是因为学校压力大，有点压力，他可能也想找个发泄的出口。哎呀，说白了就是叫他惯着。今年是17岁，上高中对吧？对。现在孩子还叛逆吗？也挺叛逆的。你打算管他管到什么时候啊？我是他妈，我肯定得一直管着他呀。那不是你负债了？管孩子得有钱啊，找工作呀，然后出去租房住啊，谈恋爱呀，结婚啊，他再养一娃，你得有钱啊，你都负债了。那我其实就这些负债买这些东西也是紧。我没说你买东西对不对，我没指责你，我们就畅谈一个未来的可能性。你想管你的儿子，你得有钱呐，对吗？对。哎，我问一下，你的先生的工资是都交给你老婆管的吗？对啊，我工资都给他管。那每个月你零花钱有多少啊？我兜里其实平常都拿不出200块来。有一次老爷子过生日，我就想给他买一个围巾，那个围巾也就200来块钱吧。我不够，我不得问他要点吗？他就不给我，啊，给我150，没办法，我转了好几圈，买了一个打折的。那当时你爸过生日，提前就跟咱们说了，说别买东西，别买东西，你就上赶子非要去买，你这不就浪费钱吗？他说浪费钱，那么我是一个销售。对吧？我总得穿西服去见客户吧，我那个西服都洗掉色了。有一次去见客户，裤裆都裂了。
那裂了，我不是也第一时间去找师傅给你缝了吗？再一次见客户又裂了。他有几套西服？就这一套。不是，等会儿一套。他工作多少年了？这后来是这个最后裂2次以后，我就给他买了个500多的基础款，还是给他买了新的了，并不是没给你买。没办法，一共就2套西服，结婚17年，还有一条是开裆的。如果就因为没衣服穿，你老公今天想跟你离婚，你觉得这事儿你能理解吗？那我肯定不理解。结婚17年，我每月挣7、8千，我落到最后就2身西装还是裂了裤子才买的，我为这事儿离婚，你能理解吗？也不能理解。假如您结婚10几年，你就只有2条裙子，其中1条还是在上一条裂缝了，你老公又给你买了，所以17年你有2条裙子，你觉得这婚姻值吗？挺不值的。会离婚吗？但是女的都爱美嘛，女的凭啥呀？女的衣橱里总是缺一件衣服，买多件买少件不是很应该吗？你买的是一件衣服吗？我们家大衣橱4/5的衣服全是他的。不用4/5，是全部，因为你就2套西装，你不用还有占衣橱。孩子的嘛？孩子从5/1是孩子的。有一个叔叔去世了，我想随200块钱份子吧，他也说没有，没办法，我还是问同事去借的。他想随600，是我不给他，他再问他同事要了200。他那个亲戚那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个亲戚，1年能见到1次，有时候连1次也见不上面。那200块钱你给的都多，那200块钱我本来也不想给。你怎么这么自私啊？哎，那个家里面这个经济大权都是你掌管，家里的事儿也都是你管，孩子的事儿也都是你管，对吧？对。他在家干嘛呢？他回来就是要不就玩玩游戏，要不就玩玩手机，要不就出去应酬，家里的事儿他是一点都不管。做饭谁做？做饭大部分是我做。刚刚您说他从来都不管，又说大部分时候我做饭，所以你都已经给了2个答案了。他不做饭，就是我们家都吃外卖。就是大部分是你做或外卖，就全家人都在一块儿点外卖。是那的意思不就是你也不做饭吗？我偶尔做。明白了。今天是先生要来是吧？对，我吧太憋屈了，就希望这个家能和谐一点。他整天一肚子怨气，就知道买东西，我是真不知道这个家该怎么办了。如果今天女士有什么调整，您觉得这日子还能往下过？我觉得他怎么应该尊重我一点意见吧。尊重您的意见。对呀，2个人过日子应该互相商量的过。我问一下，多少钱消费以上，你妻子需要跟你商量？我认为超过2000块钱，我们就应该商量一下吧。再就是我管孩子，他能不能让我有点尊严，在孩子面前有点威信？第一个要求就是动2000块钱以上必须要跟你商量。第2个要求，孩子面前你要有话语权。第3个要求是什么？对我好点，最起码给我花点钱吧。我问他要钱的时候，好，来，每个月要给你多少钱？1个月你给我1000块钱。哎，你看这么着合逻辑吗？您1个月挣4、5千，我1个月挣7、8千，每个月我留5000，给你2000。如果咱们家有什么大开销，你跟我商量。他都不敢想，不敢，他连留一半都不敢想。他说的是1000，所以知道为什么这17年欺负你吗？这是1000的要求是吧？就每个月给您1000就够了，还5000吧。你确定啊？每个月要给你5000块钱的生活费，就您自己留着花。给我不一定都花了，我肯定会攒钱的嘛。是不是要5000？不要了，要3000。哎呦喂！这还没还钱呢，自己就往回缩了。还降吗？不降了，不降了。拍板了。拍板了。来3条，女士答应吗？那3000块钱这个肯定不行。真心我觉得孩子17了，再过1年孩子就成年了。2位能过到今天，咱们婚姻里面的任务基本上该完成都完成了呀。开心就过，不开心拉倒吧。离婚同意吗？我觉着还有挽回的余地，也不至于就为了3000块钱。就为了3000块钱要离婚，您同意吗？那我不同意。不同意。好，态度已经说完了啊。来，我们先来问一下，今天同样来求助的石先生和姚女士，这要是你们爸妈这样的话，你们怎么劝啊？你爸每个月200块钱都拿不出来，你妈就不给，怎么办呢？我觉得这样太说不过去了。毕竟2个人都上班，2个人都赚的一定的钱嘛，至少你每个月
要给人家一些多一点嘛。女生方面有点太过分了，她家里面的顶梁柱，连200块钱的支出都拿不出来，确实在外面的话很难应酬的。你支持你未来的儿媳妇这样管住你儿子吗？那我肯定不支持。你支持你儿子在未来漫长的婚姻岁月里10几年只有2套衣服吗？但是我觉得我儿子肯定不会像他爸这样。是你儿子不会像他爸这样挣钱，还是说你儿子不会像他爸这么怂？肯定不会像他爸这样对这个家不管不顾的。你儿子应该怎么做才可以使未来他的老婆每个月给他5000块呢？你觉得？多照顾一下家庭，就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关心关心他，也关心关心我，不能像他爸这样啥都不管。那现在到这个局面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假如你儿媳妇说这样的话，告诉你，你的儿子自己作的，所以我就只能给他这样的待遇，你会让你的儿子忍着吗？不会让他忍。今天啊，我是跟先生分析一下离婚对你的好处。我想劝的这个离婚是说，因为你的老婆已经毁掉了你们的儿子，你们的儿子未来将会在很漫长的岁月里头估计要啃老，他很多时候都需要找妈妈要钱，也可能需要妈妈养活。而你老婆对你儿子的一个宠溺的情况是，你们离了，他也会跟儿子一起过，跟着儿子很近，未来会有儿媳妇收拾他的。而儿子也一定会跟他说，你烦不烦啊，把老妈赶到一边的。到那个时候，你的前妻没人可找的时候，只能找你。而你的儿子无论现在对你有多么的不尊重，从你们离婚那一刻开始，你儿子就得尊重你了，因为他能够要钱的人只能是爹，他妈会干啥？他妈只会买。你只要转身离开，就能得到这个家里头的你很看重的你的儿子无条件的爱。然后对于女士来讲，离完婚之后，她可以自己去还自己的信用卡，她可以自己去面对她宠溺坏的儿子的各种无理的要求，她也可以自己处理自己的购物欲。你甩开了一个巨大的包袱，劝您离婚。你口口声声这位女士，你说这位男士什么都没做，他把7、8千每个月挣的钱放在你的口袋里，说他什么都没做。这位男士哈，平时出去口袋里连200块钱都没有，一个人出去口袋里没有钱是没有面子的。你那张脸要借着好几万块钱都要买3种不同的美容仪，他一个男人出去可以不要脸吗？不需要面子吗？你考虑过这个吗？还有哈，你爱你的孩子吗？3张信用卡，欠了5万块钱的债，所有的什么衣服什么都不能缺，自己是个小公主。我爱孩子，你对孩子你真的是爱吗？他逃课，你说都是别人的错，老师的错，我的孩子没有错。他将来要面对社会的，万子如沙，你知道吗？他顶撞爷爷的时候，你没有在第一时间批评他，知道什么叫教养，什么叫长幼尊卑？没有。真的，你作为一个母亲，你太失败了。经济上没有给孩子，没有给孩子一个好身体，让孩子吃到健康的食物，还口口声声说这个家全靠你，靠你什么？靠你每天买美容仪，靠你每天不做饭，靠你那欠了5万块钱的债，还在买衣服吗？我跟你说，这位男士，这都是惯的，明着欺负你，欺负你全家，离婚吧。我再为各位老师补充一个细节啊，他们家有只狗，好像狗比他生活都好。狗有几套衣服啊？有4、5套吧。你每个月大概在狗身上花多少钱？但是那狗都是他宠着的。这狗是谁要养的？是我要养的。我跟他说什么他也不听，孩子也不听我的。我只有养个狗才能有感觉被这个狗需要的这种感觉。对那个狗真是比对他亲儿子都好。人怎么可能对狗比对自己的儿子好呢？这事儿不反常吗？没想过为什么吗？你们2个人的婚姻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17岁男孩的未来啊！你们家是个儿子，他的爸爸是他人生当中第一个英雄形象，也就是说，这个男人未来成长为什么样的男人，跟他的爸爸关系很大。如果他的爸爸唯唯诺诺、小心翼翼、低眉顺眼，他的儿子未来大概也是这样。
他现在的叛逆其实是对你无声的反抗。他看着他爸爸是这样每天度日，你想想对他带来的男人的那种的影响。我倒是不是说非要离婚，但我真的觉得，如果想救你们的孩子的话，男士你得有一点行动力，哪怕分居，或者哪怕用一些什么方法，要让你老婆意识到，在这个家爱是要流动的，在这个家是要有温度的，在这个家你必须要尊重我，否则的话影响到的是你们的孩子。就我特别好奇，老高，就最近几年吧，你能给我回忆一个你老婆让你觉得爱的瞬间吗？乔女士，我等你丈夫很久了，你发现了吗？他努力真的在回忆这几年我老婆哪儿对我好，他真的转着眼珠在回忆。我等他很久了，他想不起来，你看见了吗？你对你老公好吗，乔女士？算不上好，也算不上不好。算不上好，但是你也没天天抽他，所以也算不上不好，是吧？对。那个老高，您心里有自己的决定了吗？有，我寻思等孩子上完大学吧。乔女士，您知道自己还有几年的机会吗？我们能不能在接下来孩子上大学之前这有限的时间里，能让自己那个17年的丈夫觉得有点好？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说吧，第一个对他好，你能做到点什么？家里有事和他商量。什么事儿？只要大小小事都和他商量。钱。家里的花钱的事我都和你商量。能让他1个月有3000块钱吗？可以。然后除了钱之外还有什么事儿你能让你丈夫觉得我再坚持17年这事儿我起码不亏？他日常生活我多关心他一些。吃外卖是吗？以后我做饭。您会吗？会做。确定？确定。哎，他能给爹买礼物了吗？可以。家里大事小情，这是走亲戚啥的，他都说了算。您的转变真大，快看到了吗？你只要能自己尊重自己，别人立刻就能尊重你。哪怕17年的习惯，就是踩过习惯了，他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谁把你妻子变成这样的？老高，我也有责任。你也有责任吧？对。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做？人得知道自己什么事儿不能接受，才能过上想过的日子呀，老高。我顺着雷老师的问啊，先生，你觉得你哪儿做的不对啊？整场听起来全都是你老婆强势，你老婆霸道，你老婆不顾家，你老婆在外头乱花钱不给你钱，你哪儿做错了？我没有很好的去和他沟通。我不赞成你老婆给你钱。如果给了你3000块钱，你们这家就真完了，你们俩没有任何的话可说了，你们俩好像就是只是因为要钱，只是因为钱你们才有沟通，所以摆在你们之间的问题非常大，我认为不在钱。你们家特别冷，你们家没有人情味儿。你知道你老婆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吗？过度的消费，为什么？你们谈恋爱那会儿他不这么花钱啊，他为什么这么花钱？你有想过吗？因为他很寂寞，他在用买来的商品填补他的情绪的空洞。这个家里他是不做饭，但他管孩子，你管了吗？就是当孩子犯错误时你出来吼2句，早干嘛去了？如果你还对这个家在意的话，请你给家多投点温暖。你2个狗狗你可以花很多的钱，所以你其实是可以用钱的，不要拿某一件特殊事件以点带面。所以好好想想吧，你们这个家该往下怎么走？那1年之后到底应该是一个起点还是终点？自己判断。我觉得曲伟老师这个我略有一些不赞同，因为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认为一个女人的寂寞是需要靠男人来填补的。如果她决定在生活里头空洞的话，爱情也不能够给她富饶。
是你的老婆在生活里头没有别的一些乐趣，她自己没有工作的动力，没有好好经营家庭的动力。但这一些并不完全是一个男人不给你爱情的错。我不希望曲伟老师刚刚这个话给了女士一些助长，让她理直气壮地认为我之所以买和我之所以就是这副样子，都来自于我老公给我的寂寞惹的祸。你老公没有什么给你寂寞的，如果你要寂寞，你要空洞，只是因为你自己出了问题。总之，今天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汇总在这里了。你老公真的有做一些打算，只是他没有说。所以其实今天来到爱宝还挺好的。如果真的能为你挽回一些什么的话，我想这是一个机会。谢谢你们两位啊，请你们两个人先坐那儿休息一会儿，我们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石先生21岁，来自贵州学生；姚女士21岁，来自贵州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问题呢？对方最让你受不了的是什么？他太没边界感了，宁愿得罪我，也不愿得罪别的男人，而且是陌生男人。在他心中，到底是我重要，还是别的男人重要？明明是他太敏感了，一天到晚总是莫名其妙生气，总是让我猜，我怎么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对方说？我今天来就想再问他最后一次，毕业以后能不能在我在这边生活，为我再牺牲一点？因为他之前决绝的态度让我看不到希望，我们还有未来吗？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不想未来某一天留有遗憾，而且这段感情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妥协，他到底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你们俩谈恋爱多长时间了呀？2年多了。同学？他比我大1届。刚才一上来，男生就说自己女朋友说为了别的男人就可以不顾我的感受，他怎么了？他一点边界感都没有，有些时候为了别的男人，甚至是陌生男人，他都会讲得了几句。比如就是有一次我们吃完饭，然后准备要回去的路上，有个胖男人从那个旁边走过来，他们讲了什么他自己最清楚。他来问个路嘛，然后我就正常的和人家回复，我又能干啥？而且你自己在那顾着打电话，你也不来管管我。一开始以为那个男人是为了销售或者卖他产品之类的，但是我发现他们一直在聊，后面我就长了个心眼，我家里面当时又是打了个电话给我的，然后我在去接电话的过程中，我又拖延了10多分钟，然后我发现我讲多少他们就聊多少。这个男生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不认识，是一个陌生男人。后面知道他是来问路的。问路？对，问路他都跟他讲很多，有说有笑的。我很想过去你认为一个男人有可能会对一个身边有男伴的女孩表示出极大兴趣吗？有，因为他长得很猥琐，然后我以为你要说女朋友长得很好看，结果是那个男的很猥琐。对，那你们都聊啥了？聊了半个多点啊？他一开始过来就是问路了嘛，然后问着问着又聊到什么附近美食呀，有啥吃的呀，然后又问我这边咋样啊，然后就一直跟我聊。其实我也不想跟他聊了嘛，然后我就看他还在那里打电话，打了很久了。我就想那你赶紧打完过来叫我们就走了。然后结果他还在那打，然后那男的就紧接着聊到我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然后就这个问题问的就有点好像没事故意找事儿了哈。对啊，那你怎么回答的呀？我就是正常的和他说，因为他就表现的没有像他说的那么猥琐，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路人的样子，而且人家都是笑脸盈盈的来跟我说。他的那个意思是说，比如你们本地人爱吃的火锅是什么？你推荐的火锅是什么？
对吧？这一种问法，还是说，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啊？对，就是你平时然后有什么爱好呀？就是后面聊到那就是这个了对你个人的兴趣了。是要不问路的话，肯定会好好回答。姑娘，你得有点警惕心啊。而且这个坏人啊，他不写在脸上。对，都是笑盈盈的。当时我想着我男朋友在我旁边嘛，我就觉得也没啥好担心的。我本来打算是去接他的，但是我发现他们聊得很开，然后我就没办法插嘴去打断他们，而且那个男的又不是问路的，后面知道又不是问路的。你真不够爷们儿的！你这面电话里面说等一下啊，过去直接有什么事问我不就完了吗？不是，那个男人他知道我的存在的。然后我看他们两个都聊得很开，我感觉就对他们两个都有意。你看着自己的女朋友跟一个男人在那聊天，你就在旁边看着呀？我不是在旁边，大概有10米的样子。那你更得在旁边看着了。然后呢？后面呢？我打算就不管他了嘛。我后面不管他，打算干预他，打算走。他们聊他们的，我不管他了。然后我就打算走了，我把动静弄得很大，然后就提示他我要走了。然后他们就没有话题了，他呢又过来了，我就特别生气，就把那个人拍了照。特别生气，拍了照。当时后面他回去跟我说，他还把我俩拍下来了，还老是阴阳我俩。然后我就更觉得他这人太小心眼了。他也不过去，你过去你有什么事儿问我，或者这位姑娘就说你问路，你问这些干什么？类似还有别的事儿吗？有一段时间他不是去培训嘛，他在培训途中他说有个30左右的一个男生，然后给他搭讪，然后就请他吃牛瘪火锅。当时我们俩是坐高铁回来的时候，就正好挨在一起坐了嘛。然后那人也是，我就不知道这人咋这么热情呢，也是一直过来找我搭话啥的。然后当时他就带呢我们那边一个特产牛瘪火锅嘛，然后他就问我要不要吃一点就是分享给我嘛。然后当时我还觉得这事挺好玩的，哎，有谁还打包这个在高铁上吃，我觉得挺好玩的。我回去跟他分享这个事儿，我没想到他一下子就发火了。陌生人给的东西你敢吃啊？因为当时是有很多人嘛，而且那个是那种才开封的嘛，也没有什么。你们俩坐在一块儿就能吃到一块儿去啊？2个不认识的人，就是在高铁上吃的。姑娘，密封的不代表就是安全的。姑娘，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就是自我安全。从小朋友，我们家孩子2、3岁的时候就告诉他一个道理，在外面任何人给你的东西不许放到嘴里，这不是男女边界的问题啊。我听到这我真的觉得你怎么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呢？这太可怕了，姑娘，而且都是异性。哎，你吃了火锅然后呢，留联系方式了吗？他就感觉很好客，然后就说了很多，然后我就感觉我吃了人家东西我又不好意思，然后他后面确实是问我要了联系方式。你给了？对，因为感觉不好意思。我觉得好客是假的，要他微信才是真的。当时就只有一个好友验证，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还把我手机抢过去给人家删了。这我能不删吗？这我能不气吗？当时2个人都根本不认识，他能请你吃，可能都用上1双筷子了。没有，当时是完全没有用过的，是干净的一次性筷子。你的关注的点都不对，用什么筷子？真是。我介意这一点。但是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因为我是看他自己吃了以后我才吃的，我就尝了一口，然后我就说我不要了谢谢你太客气了怎么样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说以前的一件事情，就是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出租车男，也是一个中年男人，2个人也是聊得很来，那个男的还给他1000块钱。当时我们俩是还不认识的时候，是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吧，然后那个假期我就在路边，然后随便搭了一个出租车嘛，就因为都是本地人嘛，然后都会说一些方言啊，然后就挺聊得来的，然后后面就加了一个联系方式，然后后面就是那种时不时的可能会联系，而且当时我俩都还不认识，我们俩根本都还没有谈恋爱嘛，然后当时后面就熟了以后，然后我就不小心提起说我要办一个升学宴。然后人家就发了1000块钱，然后想来作为祝福嘛，然后就发给我了。收了吗？我当时不收的，我一直没收，然后他就最后收了吗？对，一直说，然后我就收了。
然后你跟这个男的后来又见面了吗？后面没有，后面就是被我爸爸妈妈知道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简单，感觉有危险，然后就叫我把钱还给人家，然后我就还给人家了，然后他就一直没收，然后后面就过了很久都没联系，然后就删了。这哪是一种祝福啊？而且2个人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给你1000块钱？人家那个拿的时候是跟你不认识呢啊，这事跟你没关系。但是我就感觉到很介意。你介意什么呢？我介意就会联想到最近的事情，还有我亲眼看到的事情，包括还有一件就是他的高中同学。那他的高中同学刚开始来我们学校，本来是我们请他们吃饭，然后变成他来请我们2个吃饭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人就是对他有意思，向他主动示好怎么样的。人家性格就那样，人家就是一个很友好很热情，而且他又不是只对我这样，他对谁都这样啊。主要是当时我们一行有4个人嘛，他就跟他一直讲话，就把我冷落了，他就宁愿去在意别的男人的感受，所以我很气愤。你不就是觉得我重视我的那些同学朋友，就不重视你吧？但当时我是提前跟你说的呀，我说我一个高中玩得比较好的一个朋友来这边找我玩，然后我请他吃饭。第2次遇到他这高中同学是他生日的那个时候，我们本来是4点钟去聚餐的嘛，然后呢，那个高中同学一直没来，我们吃完了都到5、6点的样子，那个高中同学要推迟到7点钟才过来，他宁愿为他加菜说我们再等一下怎样怎样的。如果是我来晚了，那肯定不一样。当时人家毕竟是我邀请过来的客人呀，而且人家本来就提前有事儿，人家都跟我说了那你们先吃，不用管我。人家都提前跟我说了，你有什么好计较的呢？所以总之他这个高中男同学到底跟他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就是抢风头，就感觉对他有意思。对他有意思，那你女朋友对他的高中男同学有意思吗？我怎么知道他的？他就是这样遮遮掩掩的，什么好朋友能够好成这样子？当时我们转场的时候，他连和我带过来的我自己的一个朋友，都一下子就熟了。这么随意的人，是因为我老了吗？我真看不得一个男人又在吃醋，又离不开，我又在……我也一样，我也看不得。我受不得这个，真的。你要是转身走，做男人，我告诉你啊。接受不了有些事情我能理解，接受不了之后又放不下，还要吃醋，还要跟所有的人说我的女朋友疑似有另外的感情选择，我还舍不得走，我看不得这个，真的好矫情啊。然后后面他还真走了，就当时我们在那个 KTV 里面唱歌，然后后面他自己一个人，我不知道咋回事，他莫名其妙自己跑出去了。不是这个走，雷老师说的走是跟你分手，叫断。你除了对你女朋友在你认为的异性边界上有问题之外，你对她有其他的不满吗？还有就是我和他的一些规划都不一样，他比较就是擅长去打些比赛啊之类的，平时都是因为这比赛冷落我。当时呢，我去找他，他有一个比赛，我去找他，从7点钟一直等到9点钟，他开什么课要开这么久，分明就是想冷落我，不想搭理我。我没有这样啊，我都提前跟你说了我这个比赛他还要忙，但我也不知道要忙这么久啊，而且我事后也跟你道歉了呀。刚才那个短片里面说到什么毕业了，女生要让男生去他的城市，然后男生又说什么自己家里面这是什么回事？就你们对于未来的规划现在是有很大的分歧是吗？就是我想着说，因为我们2个家虽然都在一个省嘛，但是也隔着300-400公里，我就觉得还是太远了。然后我爸爸妈妈他们也舍不得我，然后我也舍不得我爸爸妈妈。我就想着说你能不能以后呀，在我家这边，我们在这边发展呢，这边生活呢？他爸爸妈妈是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不是吗？而且他爸爸妈妈他有2个弟弟，他还有他，我呢只有我和我妹，我妹以后要出嫁的，对吧？然后我跟着他过去了，如果我爸爸妈妈有一些闪失，我回家怎么办？回一趟家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什么就一辈哪儿跟哪儿啊！我天哪！以后在哪儿生活都不能一致，2位是不是该有点别的规划了？要不成就算了呗。但是也想着，毕竟2年多了嘛，虽然也有很多矛盾，但也有开心的时候，就还是觉得舍不得嘛。想让他
改变一点，多体贴一点。他这个人心思太细腻、太敏感了。其实我很多时候没那个意思，他就误以为我有这个意思。我就希望你觉得这样你受得了吗？其实我挺困扰的。我有时候我就受不了他，就我觉得他太烦人了。有时候我受不了，我可能就会就一小段时间，可能需要自己安静一会儿。行，那我们也知道你们今天来的目的了啊。我们先来问问高先生，这跟你们孩子差不多大的2个孩子，这恋爱谈的闹心吗？挺闹心的。这样你儿子怎么办呢？如果是我儿子的话，我可能会让我儿子稍微大度一点儿，不要太大男子主义，就是多关心关心这个女孩子。2个人去就是2个比较相邻的城市，在中间位置去那个做这个未来的规划。然后就女孩子，我可能会觉得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会让他再提高一下警惕，对人别太没有戒心。我觉得就是这个男的喜欢这个女的多一点，但是他又表现不出来，这是给我感觉。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们有什么意见。男孩挺没有魅力的。当一个男人特别小家子气，计较这个计较那个的时候，看上去就挺讨厌的。所以我觉得你不管跟谁谈恋爱哈，以后都把那些什么对别人比对我好喽，我看你看得不顺眼喽，你对其他异性总是把放在我前头喽，这样的一些你给扔掉吧。如果你觉得那个女孩边界感不强，你不要跟她来往，你找一个你认为边界感挺好的，跟你三观一致的，跟人相处的方式方法一致的女孩谈恋爱，这样比较能够不暴露你的缺点，否则的话将会暴露出来你的敏感、自卑、小家子气。一个男人沾上了这3点之后就没救了，一点魅力都没有，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你就是每天在那里哭着喊着跳着脚的请求别人多爱你一点，路人甲乙丙个个都比你可爱，明白了吗，小伙子？明白了。然后对于你的女朋友来讲，我必须得说哈，你不是有亲和力，姑娘。那一些人去跟你搭讪，也不是因为你漂亮，而是因为你幼态。你的长相是比较幼态的，你很容易吸引过来的，真的都是猥琐人。他们就是为了趁虚而入，占便宜。对于你来讲，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但凡来跟你搭讪的，从今天开始哈，你在心里记住米娜老师说的，但凡跟你搭讪的男的，都是要拐走你的。没有人是因为你性格好、长得好看而接近你。性格好的人多了去了，一群大妈们在火车上性格好得很，怎么没见哪个男的去跟他们搭讪啊？一群漂亮的小姐姐美得很，怎么没有见哪个男的敢去搭讪啊？因为他们挂着一个生人勿近的脸和一脸聪明的样子，而你的脸上就写着好骗。接下来恋爱你们怎么谈，分不分手我都不关心，就希望你们能够借这一次来到爱情保卫战，各自修整自己。我们这人生之路哈，不是为了获得伴侣的肯定作为我们自己最快乐的事情，你首先得自己肯定自己，明白这个意思吗？明白。这样的话也算你们来爱情保卫战没有白来。今天要保卫的不是你们的爱情，而是未来你们还有漫长的人生。我觉得这位男生他极度没有自信，反反复复扭扭捏捏，说来说去就是那些什么你又不在乎我呀，你又跟别人说话呀，你所有的一切都表现在你的不自信，你的自卑，你拿不起放不下，他有猪痘的不好，你大不了就是我不理你了，拜拜，你又做不到。这位女生呢，你是一个很喜欢、很热衷，而且很热爱跟陌生人聊天的人，并且加联系方式的人（括弧这些人都是男性）。其实也有女生啊，好，就是大部分都是男性。骗子还有女人哈？对，也有女人。是的，所以你是很没有安全意识的，千万要有自己的安全意识。还有就是，我觉得你们俩根本就不可能。什么又是我要回家，他也要回家，然后你这位男生就是一个很计较的人，而你也是一个就是每天都爱跟各种陌生人聊天的人，你俩就扯不到一壶去，所以就这样吧。就像刚才米娜老师说，来到这儿就是你们俩还年轻嘛，修整自己的人生。男生呢变成一个自信的男生，
提高个人魅力的男生，女生呢要变成一个自尊自爱矜持的女生，找到自己之后再去寻找爱情。小姚啊，妹妹啊，你家里有2个弟弟是吧？嗯，是的。弟弟们的出生有没有让你有一种恐慌感？没有。从来没有吗？嗯，因为家里就我一个女孩嘛，他们都是男孩。嗯，他们都会宠着你是吗？对。你一直在隐藏一种什么？可能你不太愿意说，但是我能感觉得到，就是你不太愿意自己去面对你真正的内心的有某种需求的声音。你的爸爸妈妈是很爱你，可能你在家里得到的关注也是最多的，但是你还是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不安全感是从哪儿来的。你特别希望大家都关注你，你也特别希望能够交到更多的朋友，你也特别容易相信任何人。这个倒是，我也其实觉得自己有点太单纯了，有点好骗。这是因为你内心有一种缺失，所以当别人一旦跟你共鸣到某一个你的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会立刻跟这个人亲近起来。你确实是好骗的那一类人，但是你总结过为什么有一类人是特别好骗的吗？因为他们心中缺失了一种东西。当这个骗子他一旦跟你找到那一个共同点的时候，马上就能够抓到你的核心，1-2句话。所以我觉得你要想一想自己到底内心缺失的是什么。这是我想跟你说的。对于男生要说的就是，你得成为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哭要糖吃的男孩。你还没有学会怎么爱，你还没有学会说一个男人去爱一个女孩的方式是什么，你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不着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得像老爷们儿一样。你们2个人的感情其实不着急，现在着急的是2个人都需要成长。我问一下啊，小石，你刚才跟我们说了好多你受的委屈，对吧？对，你受的这些委屈怪谁？怪他。对了，一定都怪你。我跟你说啊，小石，你呀找的这女孩呢，可能比较粗线条，她可能不理解为什么都怪我。你要找到一个跟你一样细腻的人去谈恋爱，你们这种细腻会让彼此特别过瘾。他拿眼睛白你一下，你立刻能联想出好多好多，你们2个能相互理解，谁都不觉得谁累。你女朋友小姚为什么躲着你啊？因为你在感情上你的要求比她细腻得多，而你所有的要求在她身上达不到满足的时候都怪她。我跟你在一块儿很累，要到最后又都怪我还跟你在一块儿干嘛？小姚，你那委屈都怪谁啊？我觉得就是2个人相处之间的问题。所以我跟你讲，你们2个这个个性本质有区别的。你们2个这个个性区别，你们在一起谈恋爱继续谈下去可以啊，可以，咱们继续把恋爱谈下去也行。但是你们一定会觉得好累。而且呢，我建议啊，就关于未来特别远的事儿，你们2位不用在这事儿上较真儿。什么咱俩毕业以后去你家乡还是去我家乡，我怎么可能去你那里？不用谈这个，真的。21岁的恋爱应该是我们一起好好的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一些快乐的事情，而不是互相埋怨。几位老师强调的我不赘述了，我只是有点感触，想先跟女孩说哈，一定得长个记性。为了你的恋爱或者甚至以后的婚姻的幸福，你要长一个什么记性呢？有些事儿你要藏好，不要跟另外一半说，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因为你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些事儿就别说。因为你说那个高铁上的事儿啊和那个司机事儿啊，其实你是当成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你看我还挺有魅力啊。但是他听到是什么？你是一个，他用原话是你是一个很随意的人，他并没有按照你想的那个方向去想，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那明明都是你们谈恋爱之前的事儿，有的对不对？然后有的是完全你没有其他的那种别的想法的事儿，哎，他会多想。当然再来一个前提，当你真正了解他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如果你不了解，
或这个人根本就不懂你的时候，别说。男生啊，我认为你不爱这个女孩，你只是喜欢她。细节有2点。第一，当他说的那几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所有老师都觉得，哇，好为这个小姑娘的单纯担心。不是，你是在吃醋，你没有认为这种行为对她会有什么伤害，你想的是我不行，我女朋友怎么能这样呢？被别的男的搭过，我受到了损。你在吃醋，你没有生出保护她的意识。第二一个，刚刚谈及异地，就说我得这样，我们家人还得照顾呢，不能去你那儿。你想的都是你自己，你只是喜欢他而已。你可能如同那些路人一样，你喜欢就是这个小女生的单纯没心眼儿，你喜欢的就是这个，你跟那些陌生人没什么两样。爱是付出，你如果都不愿意向他的老家走出那一步，凭什么他要向你的老家踏出那一步呢？所以你不爱他，这是我的感受啊，跟你们分享。好，那请我们2组嘉宾先回到门后。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也欢迎大家登录微信并且呢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开门看答案，3、2、1，请开门。出来不出来呢？出来是应该的吧？哦，哎，哦吼，怎么是这样的？哎呦，他这一次的做好决定不出来，就是为未来他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权益，对，然后做了铺垫，挺好的。不管怎么样，希望他们找到属于他们2个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这一组小朋友他们是否会选择出来。那么在开门之前呢，也提醒一下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啊，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爱情保卫战的录制，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只要通过去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公众号，或者呢去抖音上搜索爱情保卫战抖音的官方账号，跟我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2个人会不会出来呢？3、2、1，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哎，他俩反而出来了哎。我觉得老师们的分析都很到位的，确实有时候做的事情是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也做的不太正确。我知道你们都喜欢彼此，但是可能因为太年轻了，没关系，因为年轻我们还有时间。祝你们2个人幸福啊！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几个时刻。好，请亮灯。我刚才突然想到一句话，我一定要提醒男生一句话啊，爱不是只有我介意你和异性接触才是在意的表现，爱是当我发现你有危险的时候，不论你身边是异性还是同性，我都会第一时间冲出去保护你。所以如果你把爱只看到说是异性和同性的问题这么微惧的话，这不是爱，这叫占有。明白。好，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啊！下期爱情保卫战，我们再见。